团队，江边发现一具女尸，水警正在打捞，可能是从上游一路漂下来的。最早发现的是几名钓友，现在还在了解情况。冉队，后枕部有被击打的伤，把它翻过来。好。谁他妈做的孽？请问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。我到这个桥下，准备在那里下钓的，刚刚把鱼钩甩下去，哎呦，就看到那个尸体，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钓鱼的？退休以后，差不多我问的是今天。2点20。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这一带闲逛？可疑的，在这闲逛就是我了。等下需要你配合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好。大家坐吧，坐吧，大家坐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我们初步推断，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，死亡时间大概是40个小时。死者的后枕部有一个被砸出的凹坑，死者的肺部进水，喉咙处有细小的沙子和藻类，所以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溺亡。最后，死者的右手手腕部被锐器切断，手掌目前还下落不明。对，我们正在找大坑案的知情者。抱歉，您说的这位与我们被害人年龄不符。你有什么线索？你们认识被害人？了解说情况吗？知道。哦不，被害人不是男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管你老公出轨。你确认跟我们描述的被害人相符吗？好，你在那等我们，马上过来。冉姐，有线索吧？那个受害者的描述跟我那个房客好像啊。带我们去他房间看看。哦，可以。他呀叫夏冰清，26岁。对于我来说嘛，就是每个月15号手机响的那声叮咚，他也从来不拖欠那个房租的。但是今天已经18号嘞，钱一直没到账，打他电话也不通，敲门也没人。哎呦，这是。在这儿等着啊。
请问这是夏冰清家吗？啊，我们是公安局的。你们看了大坑案的报道吗？嗯，看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是谁造的孽。你女儿遇害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女儿在北京呢，她在北京上班。哎呀，我女儿可孝顺了，每个月都给我们寄钱，还给我们买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。啊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搞错了。她在北京呢。你们多久没联系了？3天前我们还通电话了。是。哎，我给她打个电话。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分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上个礼拜我女儿给我打电话，还问我膝盖疼不疼呢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。一心结多长了，许多大事情发生都不过几分。水泡了2天，身体有些浮肿，请你们仔细辨认。今天去莲湖调监控了吗？今天下午有。他在家待了3天。当时他情绪有什么不对吗？跟平时一样，有说有笑，还唱歌的。他手上喜欢戴什么饰品？贵不贵重啊？这我还真没注意。他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？他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才回来，回来就在家待着陪着我们，跟同学也都不怎么联系。你确定他在北京工作吗？啊，确定。他在北京干什么工作？麦克康养中心北京分中心，还是高管。她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告诉过你们为什么要去北京工作吗？喜欢大城市。孩子就是想多挣点钱。你们家很缺钱吗？这事儿怪我呀。你别催了，没看见我都已经超速了。自从我们选择了跟老李家私了以后，我们就像跌进了一个无底洞。老李家的人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，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医药费啥。傻儿子，别老吃米饭呢。这鸡，这肉，来，还有这鱼啊，多吃点。我们想了解夏冰清工作以后的事情，比如说他都接触什么人，有没有什么仇人。我们冰清从小就招人喜欢，
不可能跟什么人结仇的。要说不喜欢啊，也就是老李媳妇儿他们家，还有他那个儿子。为什么？他们家提出过一个条件。其实呢，我跟你们要账也要累了，你们赔钱也赔烦了。我现在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冰清嫁给我儿子小伟啊！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们2家人就成一家人了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赔钱不赔钱的了呀，啊，是吧？真是个好主意啊！这么说你同意了？谁同意了？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你真会认真考虑啊？我们家人是不讲信用的吗？走了啊。16点43分，出租车出现在了莲湖大酒店门前。下车之后，他进入酒店，在大堂吧的灵湖落地窗前坐下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坐了1个多小时，期间不时低头查看手机，左顾右盼了10几次，似乎在等人。他等到了18点1刻钟，结账出了酒店，往右向湖边的步行道走去。进入步行道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从他离开酒店到他遇害只有45分钟，也许他就消失于环湖这一带。嘉宾停在这儿。您40。职业？麦克康养中心董事长。3月15号晚上你在哪儿？我在家陪老婆孩子吃饭。谁能证明你在家？陪老婆孩子吃饭呀，他们不能证明啊。我们家还有保姆，小区、我们家院子、车库都有监控摄像，你们可以去查。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啊？大概5年前吧。我们家老大。你认识夏冰清吗？认识。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关系。3月15号，夏冰清被杀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不难过啊？难过。看不出来啊。那要怎么看出来呢？我得把难过2个字写在脑门上吗？你都有家有孩子了，还交女朋友啊？我犯法了吗？穆教授，你不能不回答问题啊！我所有的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，所以需要你配合。好，我配合。他遇害那天下午是不是约过你？是他约我见面，但是我答应了老婆回家吃饭，我就没去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约你吗？那段时间他情绪非常不好，总是说自己很烦，然后说想自杀。那你为什么没去？不怕他自杀？我认为自杀这种事情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我面前耍小姐脾气。老地方指的什么地方？徐山川，请回答。莲湖大酒店。那是你们经常私会的地方，对吗？是的。你们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？2个月前吧。男女朋友2个月没见，合理吗？我呀，我当时是跟他说要分手，他不接受，我呢就认为时间是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我得给他时间去适应。你今天可以见你了。
谁能对一个女孩子这么残忍呢？这本我们从夏冰清的住处找到的。你送给他一本诗集是什么用意啊？我听人说，当年这个克林顿送过一本这个书给那个莱文斯基，但我本身这个行动没有什么意义。是你让他做你情人的暗示，对吗？算是吧。这上面的时间，那时候你们认识多久了？1个月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哪位是夏冰清？是我，到你了。跟我来吧。您好，坐吧。这是我的简历。怎么会带着行李箱来面试？只要面试通过，我可以立刻出发。聪明。但是，聪明在这个时代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有心机啊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，只要出发点不是肮脏邪恶的，一个人聪明也不是什么坏事吧。而且您刚才说了。是被误认为心机。你去别的公司面试也会拉着这只箱子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不在本市。那你能打开箱子让我看一下吗？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算是我为你特别出的一道面试题。当然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你也可以拒绝。觉得您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吧？倒是一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样子。说起来吧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李思诺这边，郑倩这边，你们2位跟我来一下，其他人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恭喜2位啊，被我们公司录取了。下周开始过来上班都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
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再见见徐总。徐总已经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找徐总。您贵姓？我姓夏。哎，李小姐，有事儿吗？这位小姐想找徐总。你和徐总有约吗？我来给他送东西。徐总，干嘛？有位夏小姐找你。你谁啊？徐总记忆力这么不好啊？你会唱歌吗？我不是来唱歌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不录用我？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录用另一个骄傲的人。The bright blessed days, the dark sacred night, and I say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, so pretty in the sky. 这样是不是就不显得骄傲了？像夏冰清这样的女孩，她往男人腿上一坐，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扛得住。我也是个凡夫俗子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承认我当时是动心了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，我就把她推开了。可能就是因为推开这个举动，那伤到她的自尊心了。反正她一下就哭了，就好像我欺负了她似的。你到底有没有欺负他？在最初我完全就是拒绝的，因为我一想到老婆孩子，一想到我的企业，我是硬生生把这股劲儿给忍下去了。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，面对主动靠近的异性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夏冰清也不例外，我当时就把他轰出去。停！你是在背台词吗？能不能说点真话？我说的就是真话呀。真话会喘气儿，假话才像坐滑梯那么顺。到底有没有把夏冰清轰出去？轰了，轰出去了。你不但没把他轰出去，你们两个还在包房待了3个小时。谁说的？你回答我是不是事实？那是在我把他轰出去之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回来做什么？他回来重新坐在我腿上。然后呢？我又把他推开了。3个小时你们在包房就干这个？你们还干了什么？聊天啊。聊什么？我就反复跟他讲，人生不要走捷径，否则很容易吃亏。你怎么知道他想走捷径？因为他来应聘的时候是拉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来的，我发现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发现了一盒避孕套，还是大盒的。你说这个单身女孩，她要不想走捷径，她随身携带这个干什么？你和夏冰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关系的？都是她主动的。我问的是什么时候？就在应聘的当天，就在包间里。这么快？不需要培养感情吗？我喜欢她，又是她主动的，这种一拍即合的事儿，需要培养什么感情？那么还有一见面就闪婚的呢？可你刚刚说你一想到老婆孩子社会地位就咬牙忍住艳遇的嘛？是啊，但我也是一个正常男人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来勾引我，啊，我忍来忍去，最后没忍住，破了自己的底线，这也没什么可意外的呀。你这么做对得起老婆孩子吗？你是来办案子还是办道德？这个问题跟案件有关系吗？你如果想让我好好配合，你先学会尊重我，否则我拒绝回答你一切问题，除非你们换人。你可以选择性回答。徐振川，你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。这是他的策略，表面上是攻击我，其实是想换一个不那么让他难堪的人来问。
而更本质的是，他想通过换人满足他的控制欲。如果他的要求得逞，那下一步就更难问出真话了。你什么毛病啊？你不就是想耗吗？这是我单位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，再耗下去我还能领加班费呢。太幼稚了。好，行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玩，好吧？行，我认输。你有什么问题就问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徐晨川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好好回答完我的问题，自然就放你走。你问吧。3月15号，夏冰清第一次跟你说他想自杀吗？不是。他中间有一次跟我说想跟我结婚，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事儿。我说行，我回去把婚离了，我回来娶你。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这个婚我压根儿也离不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咱俩结不成了。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成型了，而且拽不回来了。就我越说不可能，他越觉得有可能，而且坚定地认为是我不愿意，魔怔了一样，每天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。我只要不出现，他就拿自杀威胁我。他有自杀的表现吗？有一次，在他的那个租的房子里，他拿水果刀直接割手腕子，就幸好我及时发现，把那个刀抢下来的。还有一次，开着车呢，在那个江北大道上，他开着车就要往江里边开，又是我手脚麻利把那个方向盘给夺过来。还有一次在楼顶上，他就要往下跳，又是被我拽回来了。你看，就是每次都当着你的面，说明他不想真自杀呀。所以我不想让他觉得可以用自杀这个事情来拿住我，因为这个事情它本身，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？所以他最后一次说自杀，我就没当真嘛。因为他真的爱上你了。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刘玉萌，这个是尹涵。据我们调查，他们都是跟徐晨川经常约会的情人。哦，那个呢？他叫夏冰清，他也是徐山川的情人吗？他们好了3年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被杀了。你们认为是徐山川干的，或是我？我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知道他外面有情人吗？感觉得到，但我不想知道他这些破事。只要他对我好，别的我都不管。我们结婚8年，只要他不出门应酬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按摩。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
我一面享受着他的伺候，一面承受着他的背叛。有的时候需要用爱去原谅恨，有的时候需要用恨去捣乱爱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在乎和别人分享他的爱？爱，所谓爱情，就是双方接触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。等保鲜期一过，彼此都懒得为对方分泌了，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。你这么放任他，他也这么放任你吗？这不是放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想出轨，另外一个人是拦不住的。如果你一直对他是这个态度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图的是什么？从他追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全听我的。你说他对你百依百顺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我说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他都听我的。比如他追我的时候，康养中心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他带我逛了一圈，煞有介事的让我给点意见。我说你应该成立一个意见部，谁都可以给你提意见，而且每提一条都要有奖金，这样可以拉近上下级的关系，还能让大家更有凝聚力。他当时就同意了，没过多久他就请我去接管他的意见部了。还有吗？结婚前他准备风风光光的大办，酒店也选好了，请柬也发了，但我就觉得这么办特别没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了，我想跟他去国外旅行结婚。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1分钟取消了一切，1小时制定了行程。你当时特别开心吧？当然。也就是说，你曾经相信过爱情？是的。现在不信了？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有那么多情人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你恨他了吗？如果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要去恨，那我早就自杀了。徐山川有可能为了摆脱夏冰清的纠缠作案。夏冰清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？其实也没啥反常的，孩子就是高兴，高兴的哭了1天1夜。怎么个哭法？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。高兴怎么是哭？喜极而泣，因为他终于可以到北京工作了。除了那晚，后来，他有没有还在你们面前哭过？拿出来吧，你兜里的。为什么没早点把这封信交给我们？因为她没有成为我们想要的女儿。你们就像我的父母，哪怕衬衣破了100个洞，也要确保领子干净挺拔。人都死了还说假话，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今年年初，他回来，待了几天，我们领他去看他的爷爷奶奶，他才跟我们说了实话。
冰清，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最疼你了，你有什么心事就跟他们讲讲。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一凶你，他们就凶我。爷爷奶奶最宠你。爷爷奶奶，我跟一个人好了，但他有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告诉你啊，你必须离开他，重新找一个。你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？啊？我不管简单还是复杂，我的女儿不可能给别人当小三。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了。一个生活而已，没所谓。你还有我们呢，你有爸有妈。啊，我还有你们。从小我就听你说，我这辈子就为了我闺女。你真伟大，真有担当。但事实上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房子、存款、幸福还是安全感？别说了啊，咱们回家再说这事儿，别跟爸爸这么说话。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没有我行吗？啊！我谢谢你，多亏有了你。没有你，我怎么会上不了大学？没有你，我怎么差点就嫁给李小伟了？没有你，我怎么会给别人当小三？别说了，冰清，听话。你不要脸！对。就是不要脸，你对我的爱都是嘴上的，最后还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不当小三儿，谁给你还你欠的一屁股债？你现在刚把屁股擦干净，掉头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是吗？你别忘了。你的屁股是我给你擦的，是我在替你的无能买单。冰清，我竟然动手扇了他一巴掌，我不知道他会遇害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宁可伤我自己。我现在后悔啊！第一次我问你们，你们说他上次回来没什么异常，有说有笑还唱歌，你们知道你们耽误了多大的事儿吗？你们把我们破案最宝贵的窗口期给耽误了。对不起，当初没跟你们说老实话，是因为我们不服，我们对我们家这个命不服。但你们帮凶手赢得了时间。
这是莲湖大酒店丢失的2个救生圈，丢失的具体时间不详。酒店怕人不慎落水，在栅栏边上配备了10个救生圈。这个是西江下游10公里处的孩子们18号中午他们在江里捡到了救生圈。你们检测救生圈上的 DNA 了吗？错了，救生圈被水冲刷，又被7个孩子的身体轮番摩擦，没有在上面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或者死者的 DNA。你怀疑这2个救生圈是运送夏冰清尸体的工具？是，我怀疑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莲湖边。可是我们又重新勘测了桥下水域和河流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所以啊，推理再次沦为推理。我感觉有点对路了，你们还得继续努力。这个是夏冰清留给他父母的字条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我觉得夏冰清是在暗示，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就是徐山川干的。是不是还可以解释为，如果我死了，可以找徐山川解决困难？夏冰清在写这张字条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生命受到的威胁？你们要从夏冰清身边的每一个人查起。我需要的是证据，而不仅仅是推理。明白。明白。别吃了，还有心思吃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叫吴文超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认识吗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年前，一个晚上，也下着雨，我在公司里写策划方案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门口。痛快！谁啊？啊？要干什么？别睡啊，睡着了会感冒。来喝杯咖啡。醒醒，醒醒，喝杯咖啡，喝点热乎的。你叫什么呀？你住那个几楼几号？我给你送上去呗。我喝多了，我都断片了，难受。难受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？或者你给我个你朋友电话，我叫你朋友过来接你什么的。闭嘴！
要不是地板上的水渍，吧台上剩的咖啡杯，我还真以为这是一场梦。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更像一场梦？像的我都怀疑人生。能说说你跟夏冰清的交往吗？那次之后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没想到1个月后，大约晚上10点，他突然就走进来了，指了指咖啡机，我就过去给他煮了杯拿铁。加点牛奶解酒。他喝完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走了，好像讨好他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从此，每10天半个月，他就会走进来一次。大都是晚上应酬之后顺道进来，10有8九是酒后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酒醉的程度不同。你住办公室啊？我住另外一个小区。经常加班？我常常工作到深夜。据周围住户的反映，你是认识夏冰清之后，你们这广告公司才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的。我确实认识他以后，比以前更喜欢加班。每天等他，就像等一个老朋友一样。要是等不到他，就觉得这一天又浪费了。重点聊他的感情故事，有很多事儿他都说了很多遍，10几遍，就像是一袋茶，泡来泡去，泡了很久，都泡不出味道了，还在泡。你能说说他跟你聊的具体内容吗？他说他被人强迫了。他说的是强迫还是强奸？具体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这对我们很重要。好听吗？我给你换一首，还有一首。关了。我让你关了，你听不见啊？怎么了？我听不了这首歌。我一听这首歌，满脑子就是那天。那天就是
天他就是发的这首歌，他把我，哪天啊？谁把你怎么了？你想知道吗？不想说可以不说。其实特好奇，特别想知道，但是你怕我知道你好奇，对不对？想知道你就说想知道，你装什么无所谓啊？真虚伪。我不是装无所谓了，我是怕你跟我说了太多之后，然后远离我。你怕我远离你吗？也是，也不是。他把我强奸了。想清楚了吗？你松手了。你再给我5分钟，5分钟你要还坚持，我一定不拦住你。走，上床。我妈联系不上我，我也给她发个信息。你发。你好好考虑清楚啊，别冲动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幸好我及时赶到。我被你强奸了，我来报警算冲动吗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啊，你现在把账号发给我，我马上安排。做到什么了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。我想帮你，帮我？那我被你强奸了，我还得感激你，是不是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我是，对，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跟你发生了关系，但是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可能你还没喜欢上我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。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办理入职手续，啊，马上把你家的债给清了。你不想在家待？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，你可以说你去北京了，怎么都行，只要你想得到，没有我办不到的。如果你去报警，把我抓了，你能换回来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得面对这个烂摊子？你们家是不是还在水深火热之中？而且你一个女孩子，
这种事情传出去，你怎么做人啊？他别说什么去给人家傻儿子当媳妇了，谁会要你啊？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啊？让我来改变你的生活，甚至是改变你的人生？我真的喜欢你，冰清，真的。冰清，冰清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我冲动了。你真的太迷人了，我没法控制。对不起，我的做法不对，但是，冰清，你能不能把门打开？我们俩可不可以面对面的去聊一下？现在就去报警，要不然就杀我变成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别跑我干嘛要杀你呢？不至于吧？是，好，你可以报警。你可以报警把我抓起来，但也不至于把我枪毙了呀，对不对？那你除了解解气之外，你还能换回什么？冰清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好吗？你们家欠多少钱？100万是吗？我来帮你还。冰清，你要这么去想一想。啊，你们家之后不用再东拼西凑了，啊，你也不用再替任何人还债了，对吧？你挣的每一分钱都属于你自己，你可以为自己光明正大的活着，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不用离开这个家，你可以为自己活，这难道这种日子你没有想过吗？好，我给你指这条路可能不太光明，但是它宽呐，对吧？说你哥办了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当初跟他借钱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每个月还他2000，这才多久，他就变卦了，一下问我要3万块钱，我上哪给他弄这么多钱去？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人家这不是孩子要结婚吗？他们家也不富裕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咱们就想想办法呗。我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他们孩子结婚就得把咱俩往死里逼呀，哪有这个道理的呀？青青啊，说话小点声。烦死了。老夏，你看啊，咱们有难的时候人家帮过咱，现在人家有难了，咱不能装着看不见听不见，不是吗？情况不一样好吗？咱是有难，他可是结婚呢。哎，你听听你哥你嫂子说那话啊，就好像我们有钱故意不还他们一样，这是人话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谁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啊？我哥再怎么样也比你姐强，你出这么大事，你姐出过1分钱没有啊？你姐跟咱们怎么说的？啊，1分钱都没有，对吧？结果呢？没过几天就给他儿子换一台新车。他说他没钱，你信吗？你姐要是愿意帮咱们用得着问我哥借钱吗？再说我哥是什么人呀？普通工人，他能有多少钱？我哥不给咱们借钱，那是理所应当，他没钱。你姐呢？你姐不给你借钱是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想想，你还骂我哥，你有脸吗你？
青青啊，睡醒了别忘吃饭啊！妈妈把饭做好了，就在厨房放着呢，起来热一下。不吃饭可不行啊，2天没吃东西了。那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别动车啊，等着。这是哪儿啊？职工宿舍。走。进来，这是卫生间。这个房子啊，所有的家具、床品、地毯、这个冰箱、洗衣机都是新的。你包括这个厨房做饭的这些家务事啊，都是一应俱全了。啊，这生活必需品啊，反正我能想到的都想到了。这个房子可贵之处就是因为有这个露台，你知道吧？闹中取静，挺好。你看像这个花花草草啊，还有这外边的这些绿植，都是租柏公司今天早上刚刚布置好的。你就平时浇水就行了，死了没事，咱们随时有人过来给你换。啊，那个，这个梳妆镜啊，昨天下午跑了2家家具公司，才给你选到的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反正这2年公司的事全放下了，我就光忙活你这个房子了。满意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肖总，不好意思，这2天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没去公司了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的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冰心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入职合同的事情。是这样啊，你的月薪呢是1万5，1年是18万，
啊，因为你们家有困难，所以公司啊一次性预支你6年的薪水，就是108万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你一个小姑娘刚入职是吧？你就突然拿回家这么大一笔钱，你爸妈肯定起疑心。啊，其实这个钱呢是我个人出的，这跟公司没有关系。啊，你也不用来上班。那说白了，这个合同就是拿给你爸妈看的。啊，这样听起来呢，入情入理。那所以咱们就得把这一切都想得严谨。啊，当然你的这个生活费啊，我是另外支付的。啊，哎，我呢也没法再陪你了。因为这2天公司堆了太多的事情，都需要我来处理。这个是钥匙，你好好的，有任何问题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冰清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些全都是他跟你说的。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对这把刀有印象。照这么说，这把刀预示着他接受了当下的一切。夏冰清有没有留下被强奸的证据？不知道，我问过，他没回答我。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个人是谁？没有。他经常用他那个人、渣男、混蛋、狗屎、垃圾来代替那个人的名字。夏冰清怎么会跟你说这么私密的事情？一是因为我也不会坏他的事儿吧，二是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人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喝酒了，一旦找到了理想的耳朵，就拼命地往里灌声音。他太需要倾诉了，我可能是他唯一的听众。你说你第一次见夏冰清那晚，他一边呕吐。不在。确定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公司上班。那天你看见夏冰清从你公司门前走吗？没看见。我不可能无时无刻盯着门前。他每次出门是个秘密。好几次我看见他在等车，朝他挥挥手，他都把脸扭过去。他不愿意我看见他等车，生怕我知道来接他的人是谁。那个来接他的人你见过吗？没看见过，他从来不下车。你觉得他呢？见过。在什么地方见的？夏冰清令我见。穿这么艳，是有什么喜事啊？我想去会沈小莹，能不能开车送我？我合适吗？我就是你的热心听众。我雇你，可以吗？
收了钱了，我就不是热心听众了，我就是你的专车司机。你等会儿，我们把东西放进去。马上啊！你先上车。你付这钱都可以租一豪车，我这破车也配不上你。今天太关键了，关键到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关键，所以我必须坐熟人开的车，心里才踏实。也许是为了方便逃跑吧，万一发生冲突呢？你要是害怕，就算了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就那蓝车，你停到后边就行。他每天都会自己接送孩子。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想压他一头。你想压他，你就应该打扮得比他有朝气，而不是显得比他有贵气。人家是老板的正牌夫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？你是怎么压人家？你应该参考那个电影《情人》里面女主人公剪的那个扮相。哎，沈小英看到了，也许心头会微微一颤。他来了。夏冰清回到了车里，就一直沉着脸。然后你们就回来了？没。那你们去了哪儿？拉直。昨天刚烫的头发，今天就要拉直，怎么不喜欢？我说拉直就拉直。那您稍等，我去取东西。人又没惹你，火气那么大。哎，小心别伤着自己。闭嘴。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他没说，我也不敢问。夏冰清有没有跟你说他跟沈小莹的谈话记录？我们做完头发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他会进屋里来和我聊聊天，结果没有。他说他家里的灯坏了，让我上去帮忙。就这个。哎，你别用手，会扎着的。我要用手能拧下来，会叫你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得用个什么工具把这个灯罩给拧下来？你怎么弄的呀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回家一开灯就爆了。没伤着你吗？没有。真聪明，谈不上，谈不上。想知道我跟沈小莹的对话吗？那个是你们的秘密吧？我知道不合适吧？你必须听。听完我给你个项目，你好好听吧，我去换件衣服。
这还给录下来了。我是夏冰清。我是夏冰清。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老公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。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。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，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？怪不得他总说他忙，原来是忙着翻牌子啊。那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？我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？他曾答应要跟我结婚，他也曾答应只爱我一个人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只有被认定了的强奸才叫强奸，否则都叫偷情。你不在乎他跟别人偷情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不在乎呀？每次我跟他要婚姻，他总说阻力在你这儿。尽管你们已经没有爱情了，但你还是缠着他不放。凡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都会推给别人做决定的。离婚，他舍得吗？我给他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我每天像佣人一样伺候他，我还不管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你能做得到像我这样吗？做不到。但你没管住他，就是在支持他。我要是管住他了，还轮得着你勾着他脖子？我不管他，是因为我管也管不住呀。就像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你跟他提再多的意见，也只能是讨恨。如果我告他强奸，你们最终还是会分手。你有他强奸你的证据吗？我如果没有证据，我拿什么底气来跟你谈判？首先，我不反对你告他，因为即便是你告他成功了，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甚至我的心理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清楚，你之所以比别人穿得珠光宝气，还不是因为他给你的钱吗？你把他告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钱没了，名声毁了，你还不能再勾着他脖子撒娇了。我连命都不想要了，你
觉得我怕吗？你不想要命，命早就没了。你之所以拿命来威胁，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呀。你来找我也不过就是想搏一搏。来之前你就知道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弄不好还会撞上我的怒骂。弄好了，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不想跟他结婚。从你对他交什么女朋友的关心程度就能判断出来，他不是你能容忍的。一旦折腾到能结婚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背叛他，或者抛弃他。你不明白。你想折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，你更不明白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本质上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因为他能强奸你，你肯定也是有责任的呀。当时你本来能逃脱，或者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你为了减轻自己失误的心理压力，会不断夸大对方的错误。我说的对吗？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坏。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他离100回了。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把这个男人换成那个男人，而那个男人跟你结婚以后，也注定会伤害你。与其不停地换人伤害，还不如就让这一个人来伤害。婚姻不破的秘诀是相互适应的人在相互适应，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来维持。你要是真聪明啊，你就不应该管他要婚姻，而是应该管他要钱。可他的钱不就是你的吗？反正他也会满世界撒钱的，撒给你嘛，总比撒给别人要好。至少你看着不让我那么讨厌。既然你对婚姻看得那么透彻，那就跟他离了呗。让我这种还抱有幻想的人再管他几年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他愿意签字就行。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，能用钱追到的，一定不会用感情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对你的态度肯定会180度大转弯的。不信你就告诉他试试。我给你个忠告吧，也不能算是忠告，算是个提醒吧。你的优势呢是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，拎的这个包包，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。这些都不适合你的，还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，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你真好心啊！你是在教一个女人如何勾引你老公吗？
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怎么做是他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多管闲事。好，算我多嘴好吗？我不说。我完全不是沈小莹的对手，她一直在笑着，每一个笑都那么刺眼。他才是真正懂爱情的人，跟他比，我们就是小学生。他说的话呀，句句戳心，戳得我太阳穴都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听沈小莹的，放弃那个人就对了。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做不到啊。他去把头发拉直，说明他认输了。起码在这场和沈小莹的交锋中，是的。夏冰清跟沈小莹说他有那个人强奸他的证据，可前面你说他没有保留证据，他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我不知道，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。我认为他在吓唬沈小莹。你的意思是说夏冰清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是为了吓唬沈小莹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夏冰清说给你个项目，什么项目？那天他递给我张银行卡，他说这里面的钱购买一辆中档轿车，只要我们公司能帮他策划让他和渣男结婚的方案。这个项目你接了吗？我没结过婚，但我见过结婚。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得亲自来，怎么可能别人策划？我想是他喝醉了，病急乱投医，我就把卡退给他了。他说他对我很失望。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实施？没有。你喜欢夏冰清吗？我喜欢和他聊天。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？如果我和他之间有亲密的身体接触，他会什么都跟我说吗？只有毫无利害关系的人才会什么都讲。你们公司现在还装着摄像头吗？在我和夏冰清无话不谈之后，他叫我拆了。夏冰清脱毛衣那晚的视频录像你还保存着吗？夏冰清亲自删。夏冰清跟沈小莹的谈话录音你有吗？这么私密的谈话，你觉得他会交给我吗？